早上好，南亚雄鹰。昨天的空中滑铁卢最后战损是满打满算的整整5架，多亏了训练有素的马丁贝克，飞行员安然无恙。但天价阵风也被击落了，我看你们全得下岗，因为空军副司令已经被就地撤职了。火炮工厂再次签约，这次居然是向美国供货，又是印度制造的伟大胜利。与此同时，维克兰特号还在母港静静等待舰载机到货。而在新德里呢？好吧，新德里还是那个新德里，我是你们的铁哥们星辰，和我一起开启南亚传奇的新一天吧。最近，印度小巴在边境上演海内存知己，天涯6-0，这事大家都知道了吧？要知道，挨打最狠的阵风可是印度以超2.5亿美刀的单价从法国买的。2022年交付时一度扬言对标东大，这一下好了，打索尾款收没收到两说啊，名声算败干净了。那么问题来了，都说印度是万国造，那有没有他们给别人卖武器的计划呢？有的。得益于印巴长期友好互动，印军痛定思痛，搞出来一款工业结石。2025年2月的阿布扎比防务展上，美国军工巨头 AM 宣布与印度国防企业 KSSL 签署了采购印度制造的先进火炮的意向书。是的，你没听错，是美国准备找印度买武器。要说美印这对卧龙凤雏近年合作不少，早在2024年，美国便批准印度成为首家斯崔克装甲车的外国生产商。只不过三哥准备驰骋高原，对付地处北面、领土挺大、人口不少、国旗为红色的某不知名东方大国，嫌这玩意儿火力差、动力低、防护垃圾，加上没通过高原测试，所以一直在评估。此外双方还探讨了标枪导弹、潜艇声纳浮标的生产计划。但这一具备里程碑意义的火炮采购意向书，特殊就特殊在主角变成了印度向美国供应。母公司巴拉特锻造的董事长激动地向记者宣布，这不仅证明了印度的实力，也标志着印度朝着世界领先火炮方案提供商的目标迈出重要一步。大家好，我是5月更武器的星辰。之前咱们聊过印度国产的飞机、坦克、步枪、航母、潜艇、直升机等大杀器，唯独漏了火炮。现在老美都准备买，这玩意儿一定很强吧？抛开友邦惊诧的贿赂丑闻，国产巨炮弹药缺陷、炮管破裂、干掉自己、被查后甩锅东大等小问题不谈，一切都挺好的。转发加点赞，这就是火炮，听印度说。经常看星辰的都知道，作为蓝星最出色的装备研发机构，创造过阅兵文职阿琼、能飞战机光辉、摇滚航母维克兰特等诸多佳作的印度嘚儿斗，主打的是一个自主研发、全球采购。但有没有例外呢？有的，大炮。为什么呢？因为辛格专员拿的实在太多了，这就是举世瞩目的博福斯丑闻。1986年，印度突然推翻价格更低、性能最佳且与法国谈判3年的火炮采购合同，转而斥资14亿美元购买了瑞典博福斯的155毫米榴弹炮。俗话说，合同谈完变了卦，不是心里有鬼，就是背后使诈。没多久，瑞典国家广播电台爆出猛料，博福斯公司为赢得订单，向印度关键高官行贿4620万美元。有多关键呢？其中一个叫巴特纳加尔的小领导当时是印度国防部长另外一个叫拉吉夫甘地的官稍微大点印度总理。一时间友邦惊诧，但没法子呀，钱交了，炮也给了，咋办呢？总不能学韩国把自家总理关监狱吧？好消息是1989年拉总理因为博福斯受贿案、德国潜艇回扣案以及带亲朋好友做航母度假等丰功伟绩，输掉大选倒台，这下终于能办了。很快为了以儆效尤呢，印度宣布将博福斯拉入永久黑名单，禁止其所有在印业务。啥？你说卖的火炮咋维护？嗨，他死不死谁儿子的，爱咋不咋。
这件小事导致了2个问题，次要问题是由于影响恶劣，此后即便闹出过前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战争期间以正常价的13倍从美国进口500口劣质棺材运送士兵遗体，前空军参谋长帕尔涉嫌意大利直升机采购案收取2100万欧回扣，前海军高官采购法国潜艇时吞掉1亿中介费等诸多贪腐丑闻，但再没人将手伸向火炮，有力促进了火炮领域的反腐倡廉斗争。主要问题则是呢，此后20年，印度没有任何采购新型大口径火炮的计划。直到1999年爆发卡基尔战争，为了解决巴基斯坦炮弹很多，而印度士兵命只有1条的矛盾，印巴前线的三哥不得不拆火炮补零件，这才想起来解除博福斯的黑名单。小博适才向西耳撒贿赂不贿赂的，不怪你了，赶紧送备件来吧。一场大战后，印度终于意识到，可不敢丢大炮大炮要是丢了，江山可就不保了。1999年，印度陆军宣布野战炮兵现代化计划启动。咋现代化呢？印度有句古话习习武者为军节。买2000亿卢比采购3000门重型火炮，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谁也不想沾晦气。2006年批准方案，一直拖到2008年才招标。好在面对这一国际市场的小肥羊，美俄以新等8家巨头跑不入场招标还没开始呢，嘿，您猜怎么着？又腐败了，7家供应商直接被印度中央调查局列入腐败调查封杀，仅剩一根独苗，美英联合的 M777 榴弹炮。这种萝卜坑招聘想必大家不陌生吧？好消息是新加坡科技动力的飞马榴弹炮被放了一马，作为唯一竞争者，与美英联合的 M777 公平竞争。不出意外，美国获胜出随后人一纸诉状告上德里法庭。他娘的，你不买就算了，还坏我名声。但印度国防部坚决表示，并没有黑名单暂停你们的国防业务只是临时安排。最后就是经典的堂下何人，为何状告本官不了了之。坏消息是，跟英国佬的交易呢也不顺利2011年1月，协议刚定，2月绝密的 M777 榴弹炮实地测试报告就漏了个干净。你漏就漏吧，问题是严重不达标，包括但不限于射击精度差、空运性能与宣传不符、炮管寿命低。更离谱的是随后一封神秘信件直接送到陆军总部，上面详细记着国防部采购该火炮时的会议记录，以及与会领导的各种吐槽，指控陆军参谋长辛格与制造商 BAE 勾结，一时间霸榜报纸头条。为了平息民怨素有干净先生美誉的国防部长安东尼站出来声称，人和人都无法操纵国家采购程序，大伙儿别信了都是谣言。好不容易解决腐败新闻，2012年5月，国防部终于批准6.6亿美元购买145门榴弹炮，赶紧提交财政部批，最后再由内阁安全委员会批了多久呢？一直批到2013年8月，印度才正式提出购买请求印度买个大炮得审好几年，这就是成语软磨硬泡的来源。问题是，此时距签约已经过去了2年半，由于卢比持续贬值折合价格从296亿卢比涨到561亿卢比。三哥表示，根据印度国防采购政策，要不你们给我点适度补偿，也不多就按合同30%算。这下 BAE 破防了。我为了等你们订单，光在美国维持生产线就花了5000万刀，你到底买不买当年10月 BAE 放话，不买我就关生产线了印度回答买。可惜的是，第2年火炮采购计划在议会没排上号，预算用光了，延。2014年莫迪上台，新领导上台老项目得重新审再延。直到2015年，打着印度制造的旗号，这一订单最终以7亿美元成交，总共145门，25门由 BAE 原厂制造，另外120门印度生产。这下 BAE 不用赔钱维持生产线，印度国产也有了发挥空间，双赢众所周知想让印度的国产武器不出问题，难度不亚于在足球上输给中国2017年，当 BAE 的首批2门榴弹炮交付印度三哥兴高采烈的等来了首次试射。
然后砰的一声啊，一门炮当场炸膛。原因很简单，印度炮弹不合格，听着确实离谱，但这是24K 纯真事儿啊。虽然贪腐历史天天挨骂，火炮招标惹人闲话，审批过长又要加价，试车过程有点爆炸，但好在有了一定技术积累，便宜活好的印度国产火炮也提上了日程啊。早在2010年全球招标的同时，意识到凡事不能靠别人的三哥，便开始国产火炮计划。更可喜的是，当年印度国防部还意外发现了1985年采购瑞典博福斯炮时的12000页设计文件。原来人不光卖炮，还提供全套原始图纸，只不过堆仓库25年，忙着把人拉黑的老爷们一直没发现呢。不重要啊，都不重要。按说造火炮没有造飞机的难度，有了原始图纸，这活别说手工梗了牛头梗都能干呢。于是根据现有博福斯榴弹炮打造国产升级版丹奴什火炮的重担交到了国有军械工厂委员会身上。忘说了，前面那个炸膛弹呢也是他的杰作啊。 PPT 里的丹奴什是这样的，火炮为名哪家强，印度丹奴什震天响，参照瑞典成熟方案，集成印度顶尖科研，炮弹威力不愁，设计精度一流。丹奴什口径更大，身管更长，从39倍口径升级到45倍，还配有增程弹药，最大射程从27公里增到38公里，配备自推进装置，战场转向轻松自如，这就满足了。 No， 更强悍的惯性导航系统，可基于 GPS 定位，自动瞄准射击，增强型战术计算机，机载炮口初速记录系统，以及包括热成像和激光测距仪的自动瞄准系统，让昼夜射击 so easy。如此豪华配置，重量不到13吨，售价也才1.4亿卢比，还在等什么？造它！造它！2013年，原型炮成功出炉，3年不到，造得够快的呀！根据国防部的声明，该炮的国产化程度达81%，炮管钢材由印度国有军械工厂委员会制造，唯一进口的仅辅助动力装置、电子瞄准系统等其他小部件。预计2019年国产化率将达到91%。坏消息是，8月的射击试验中，一门丹努什原型炮又炸膛了。好消息是，印方宣称炸膛跟炮无关，这次还是炮弹问题。啥呢？用了有12年历史的过期炮弹。毕竟2021年，印度陆军还曾公开向国防部投诉，国营军械局提供低劣弹药，导致6年发生400多起事故，造成27人死亡，159人受伤。众所周知啊，弹药越多，炸的越多，炸的越多，弹药越少，所以弹药越多。弹药越少啊，好不容易解决这疑难杂症。2014年，丹努什顺利完成测试，随后国防部一次性下了114门炮的大单。用陆军的话说，我们非常兴奋，它在火力射程、精度、高低角度射击等几乎所有参数都远超瑞典原装。很快反转就来了。2016年，首批3门丹努什交付陆军测试，等到2017年的测试中，丹努什不负众望，3个月内3战3败，其中一炮还精准命中炮口制推器，火炮效转之次次爆。这下总不能怪炮弹了吧？那怪谁呢？怪中国轴承啊！对，你没听错。2017年，印度中央调查局突袭了德里的一德国轴承中间商，随后逮捕审查了负责制造的贾巴尔普尔炮架工厂官员。怀疑存在间谍恶意破坏印度大炮啊！不是，就你们那个保密还需要恶意破坏吗？小提一嘴啊！2022年，嘚儿豆工程师雷迪被捕，罪名是落入美人计，将导弹开发计划发给海外女间谍。别人是咋找上他的呢？因为身为国防研究员的雷迪居然在脸书上更新自己的工作动态，随后自称英国国防杂志员工，自称驻班加罗尔，自称娜塔莎的女孩加了他的好友。两人一顿网聊后，雷迪果断坠入爱河，连针线活都没做啊，就在女孩的要求下有问必答。而且这三哥呀是纯缠人家身子，啥都没捞着。最后暴露的更离谱啊，因为女间谍准备发展新人时没开新号，直接改了脸书名，南亚大区的优秀匹配机制了，属于是啊。同样的事儿还发生在2023年，德尔斗研发主任兼高级科学家库鲁卡尔也因向女间谍分享导弹情报被抓。这次更离谱啊，根据聊天记录呢，就一句宝贝，这位大爷就全交了啊，包括但不限于布拉莫斯导弹、烈火6导弹的机密信息，甚至为了给这位不知道性别的美女留个好印象，大爷还主动交代了德尔斗同事研发的无人机项目进度。还好叫的是宝贝，这要叫的是妈妈，弹幕里够学长
长和瓦学弟不得打起来呀？最后啊，大炮这事儿查清了，其实没那么复杂。结论是，德国 CRB 驱动的印度销售向印度官员行贿，将产自中国河南的轴承印上德国制造标签啊，卖给印度工厂。另外啊，就算贴着这个原产地标签也是伪造的，因为所谓德国 CRB 驱动的印度分公司实际就是个中介，德国原厂压根不产这类轴承。更离谱的是，这批轴承早在进入印度工厂时就检出了缺陷，但被某不知名官员作为特例被放行了。图啥呢？图坦卡蒙啊！还没完呢，轴承跟榨糖扯上关系，就好比我说肚子疼，原因是鞋带松了，而且民用轴承也没这么差呀，难道是买到拼夕夕9块9包邮的了？嗨，你别问查的对不对，你就说查没查出来吧。至于解决办法，有人对炮管设计提出质疑，建议增加炮口直径，以便炮弹能够自由飞出。反正2018年通过研发测试了，之后啊，量产计划更是一团乱麻。2019年批量生产，同年4月首批4门丹努什交付，还登上印度国庆阅兵。然后，这个原本国产化率91%的火炮就因备件进口受阻暂停生产，直到2022年才重启生产计划。好，2010年模仿生产一门1980年的炮，114门的订单量，造了5年交付高达24门，据说全部交付还要到2026年。别急，还有高手呢！印度先进牵引火炮系统阿塔格斯，由我们的老朋友德斗啊塔塔先进系统以及开头跟美国人签约的 KSSL 公司联合打造，特点非常耀眼，全电力驱动，高机动性，先进通信系统，自动化指挥控制系统，52倍口径。更惊人的是速度啊！项目2013年启动，2016年原型炮便进行了首轮射击，安然无恙啊！2017年的测试中，设计射程42公里的阿塔格斯更是大力出奇迹，创下48公里的好成绩。一时间，印媒盛赞这是世界上同类火炮中最先进、最强大的火炮之一。为了迎接这一明日巨星，2020年9月12日，阿塔格斯在拉贾斯坦邦靶场进行最后出场测试射击，巴拉特锻造，印度陆军、国防部纷纷到场观礼见证这一历史时刻，结果是脱裤子朝天，现了大眼儿啊！对，又炸了啊！爆炸事故导致4人受伤，阿塔格斯呢成了首个还未服役便被斩获杀伤记录的神炮啊！有说还是炮弹问题啊，这里我必须澄清一下啊，别扯炮弹了。根据调查呢，其实是三哥为了射程啊，狂装发射药，导致炮钢无法承受膛压，砰，炸了啊！此处我有一联，上联黑幕太多，审批过长，首次试射就炸膛；下联外商不行，国产难造，弹幕全在哈哈笑。回顾印度国产火炮发展史，一如当年的光辉，阿琼、维克兰特泄密、腐败、延期，可谓次次都上当啊，当当都一样。2020年，为推进国防自主化，印度发布了包括运输机、火炮、轻型直升机、步枪和军舰在内的101种武器进口禁令。按印度防长辛格的说法，这将为印度国防工业提供大好机会。结果转身又在买。2025年3月，历经10余年，斥资230亿美元的印度制造计划没能达成预期目标，核心项目已被印度政府终止。至于近年来印度的国产5代机、国产核潜艇、新国产航母等 PPT 搞了一箩筐，莫迪更是承诺2047年前印度将成为发达国家，最终如何落地呢？我们拭目以待。